大家好，今天继续。我这台进站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热车以后在怠速的时候，偶尔很不定时的会觉得它有点在，好像快熄火，会滚滚，就是怠速不是很稳定，会偏向好像快熄火那种感觉，好像就是点火没有很好的感觉。但是自从我前几次检查以后，譬如说电瓶也有做影片，然后保险丝这些东西也都做了影片，它有比较好。说实在话，它有比较好，它发作的几率有变低，但是还是会，只是变成说真的是那种几率很小，但是那种感觉就真的你在骑的时候，只要一发作，你就会觉得很讨厌就对了。然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线路的大致检查。然后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是进站右边的脚踏板下面，这边有几个线束，上面这一带进站线色都已经褪色了，所以这个请各位不要介意哈。重点是这一条3pin的，可以看到这个都已经烧融了。这一头就是电盘，这一颗3pin的就是电盘发电过来的。然后应该是里面这边电阻过大，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都烧掉了，没有烧掉就过热了，过热以后有点烧融，然后这样子不知道拍得清不清楚，很黑，它表面的一些氧化物太多。然后这一头也是，其实电插头这种东西在传导的时候，你那个接触面如果氧化物太多的话，它会产生，有人说会是类似产生一种像火，会有点像跳火啦。然后一般来讲都是说是电阻的问题，阻抗过高，然后导致这个头，它这边有3个节点嘛，导致它这边的温度过高以后就把这边烧融掉。然后我的方式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要把它退pin，里面这个头都叫pin，公pin跟母pin，这个是公pin，这个是母pin。一般都是，如果我这样讲好了啊，因为我的这个头都已经碎掉差不多了，如果我贸然想办法把它退pin退出来的话，可能这个头整个就直接碎掉，所以我选择我不退pin。如果各位你们的头还不做的话，在做保养上，我建议都是能够退pin是退pin，退pin完以后拿钢刷、铜刷，大概刷干净一点以后，上一点，他们说那什么凡士林哦，还是什么东西，一样可以导电，但是它比较不会产生氧化。然后因为我的这个插头就是过热都很脆的状况下，我只能选择这样子做清洁，拿个1字螺丝刀，小支的，把它的接触面稍微刮除一下。其实我之前就刮完了，我那天就刮完了，因为那天真的是很晚了，因为我们这边乡下光线不是很好，所以晚上基本上很难拍影片，所以我那天就自己先刮一刮，真的好很多，几乎不会再发作了。然后突然想到说，反正这2天开始放晴，应该是梅雨季过去了。这个症状大概在长期下雨后，就是或者说你居住的地方湿度过高的状况下，也是会有这种状况。所以说，不一定是老车，可能梅雨季过后，或者说你居住的地方比较潮湿，
可能一阵子你就必须做个检查。像我只能这样子大概这样清，把每个面清干净。然后清完以后，我都习惯喷一点 WD-40啊，喷点那种防锈润滑的啊，至少让不要氧化的这么快。因为有电在跑，这种东西一定会有氧化，只是累积的快慢而已。然后像插头在插的时候，记得拔的时候，如果这边有个 pin 勾住的话，一定要解开再拔，而且你要拔插头，你不要拉线哦，有时候线会断掉。然后一样，然后其实这个 pin 的屁股这边接顶有时候也会因为氧化导致阻抗过大，都有机会引起整个线路的不稳啊。其实电在车子上来讲算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上一篇有讲到，如果你车在还没有发动的状况下，不管机车、汽车都一样，它的所有运作都必须靠电瓶供电，所以说电很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当在点火的时候，车子在点火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经过那个口回路，那个叫什么？台语叫口回路吧。然后就靠它变高压电打出来嘛。然后当你在急加速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电盘来不及发电的时候，它会先由电瓶挪电过去。反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车上的线路阻抗过大，或者说你的电瓶状况不是很好，都有可能影响你车子的表现。所以有些情况下，像我现在这个症状，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不是车辆本身引起的，而是因为像这个线路阻抗过大，它电在跑都不是很正常引起的。然后像以进站来讲的话，就这个嘛，分电盘接头。然后一带的话，等一下哦，一带进站的话，它里面这边还藏一个，这个也是大电，这个是电瓶的电。基本上进站就几个大电，电门锁那个头那个电，跟电瓶出来的这个车身大电，还有分电盘的出来这个的，这几个都算大电。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我很久以前说过一次了，所以说这个我并不会很担心它。然后这个要做清洁，然后车头这个盾牌打开以后，有一个20A 的保险丝，这个里面头也要注意一下，清一清。这个我上次都做完了，所以影响没有很大。然后进站的话就是这里面，这边这样应该看不到，这里面有个保险丝盒，我上次有介绍到保险丝盒那边也要做清洁。基本上每台车都会有线组，我会建议说，如果各位的车有点年纪了，然后或者说车子有一些不明的状况，都会导致车子的不顺畅的话，可能可以先从这边下去做检查，线组看哪里有接触不良啊，或快断掉要断不断的那种状态，都很容易。反正就是你的电在跑得不顺畅的话，都会引起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症状。所以说这些基本上只要是比较大的接头就是大电，所以说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小接头如果方便的话或好拆卸的话，也建议顺便做一下检查。好了，然后对，顺便回复一个网友的提问，
他说他进站，他的进站，他也是说他是老进站了，然后我不是很确定他是哪一代。他是说他的汽油帮浦，可能坏掉，但是他说他才换没多久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，汽油帮浦这种东西很难坏耶。我骑车骑这么久，电动的汽油帮浦坏掉我是常碰到，但是这种真空模式的，我到目前不要乌鸦嘴好了，我很少看到有朋友的车会坏那个。像以进站，我这是一代嘛，然后中间这一条它就是真空膜，这边里面有一张膜，然后这一条是接到气管头里面去，所以这一条我们一般统称就是那个负压管了，因为它会抽气嘛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一条管子它不是一直持续呈现负压，它会有一个好像脉动在啵啵啵啵啵啵啵，会这样子，会因为活塞的运作啵啵啵啵啵，然后去产生里面的真空膜去震动。它不是一直吸住，也不是一直放，它会有个脉动存在，然后进而去推动帮浦打气打油，把油打进去。然后这一条有没有？这边有，这一条这边也是进油，油箱从这边进来，然后经过真空膜打油，把油打过来，然后这条是out，就是出油口，这一条再进到化油器里面。我印象没有错的话，这两条好像，如果这个没有做动的话，这两条应该是不通的。其实我也没猜过，因为我第一次骑进站，我以前的车子基本上没有碰过这个问题，基本上没有人会去随便拆这种东西，所以我的印象的话，如果我在测试啦，这种真空模式的汽油帮浦，在测试的话，就是管路都接上去，然后这一条可以先拔掉以后你发动如果这边会跑油出来，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。然后那个网友还有一个问题，可能是他帮浦没坏，有可能啊，因为我也没碰过这个状况，他可能帮浦没坏，但是化油器底部它有个浮筒，它浮筒如果化油器里面的油液面高度过高的话，它有一个三角油针，它会把出油孔顶住，等于是把这根管子堵住就对，让油过不去。所以我那天回复他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文字上我可能表达不是很好，然后所以我会建议他说，就是如果要测试的话，不要拿那个针筒下去吸，你很有可能把这个吸坏。你就是真空管接好，进油管接好以后，这个管就直接拔掉。拔掉完，如果它有出油，表示它没问题。你可能然后油箱可能也没有堵住，所以它才会出油嘛。所以如果这油箱到帮浦这一段如果都测试没问题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像我刚刚去查我刚刚讲的化油器底部那个浮筒，你化油器底部你把它打开以后，你就会看到浮筒它有一个小铁片，它上面有勾着一个像子弹的东西，它头是黑色的，下面是铝的颜色，那个就是三角油针，那个的作用就是当化油器底部的液面，汽油的液体的液面过高的时候，它会把这根管子的出油孔堵住，让油过不去。这样子应该懂吧？好，然后补充一下，我那天有 po 一篇，就是讲电瓶的问题。电瓶如果有电压没有电流的话，多半是几百引起的。我那一篇就是在讲我上次讲装的那个电瓶就出问题，它就是那颗的症状就是有电压
没有电流，然后我是用跨界的方式把它补电进去，补得进去。你用充电器的话，补得进去，但是你装到车子上的话，车子充不进去。车子其实摩托车，除非你是高速运转，然后要不然基本上它充进去的电都很小。然后这边要补充一点，就是我又换了一颗，然后这颗状况是 OK。然后你再加意面的是加水的是，记得真的不要过高，像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不小心加太高，然后车子在充电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的水就满出来，因为它会沸腾嘛，它会滚，然后它就满出来，满出来以后就开始流啊，就流的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个就看得到有点生锈啊，那个化学反应。这个我有机会再重新喷漆就好了，只是先做一个防范。然后我这一罐就是那个，因为 WD 有时候你用到最后没有气了，喷不出来，但是里面还有，所以我都会找另外一个罐子。我都会另外找一个罐子，把它屁股夹破，然后倒出来做备用。然后这一条是副电的大接头，然后也是一样，打开，压住以后，这个防脱钩压住，打开，然后里面这些要记得做清洁，有没有？都有点黑黑的。都有点黑的，那个就是有点在氧化，所以说都要做清洁。基本上你只要你车上的线路只要够顺畅、够稳定，阻抗小的话，其实不用改。当然改车会跑很快，但是至少这样子你车起来会更舒服、更顺畅。再补充一点，就是车子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电门锁。电门锁它里面钥匙插进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柱状体嘛，插进去的时候它里面是铜片，控制锁头的开启或关闭。锁头的底部有个平面，它上面有很多接点，它就是去控制说你开到哪一段，哪里要过电，然后那边也是在控制整车的电路，所以那边久了那边也会去磨损。有时候可能有些车友曾经碰过，就是你钥匙插进去，然后去转它，结果车子什么电都没有过。基本上电瓶要瞬间到一点电都没有，不太可能。就是电门锁它下面那个座，它有一个类似，它上面很多接点，你开到哪一段，它会去接触到哪里，什么电会通，那个也很重要。那个如果过度磨损，它接点不是很正确的话，你整台车也是都发不动，或者说它可能在骑的时候震动接触不好或脏污也会这样子。但是那个目前没机会拆到，有机会拆到我再跟各位解说这种锁头的底部它的构造。今天大概很简单的讲解一下车子的大电，然后电的顺畅与否，传达顺畅与否，对车子的重要性，还有汽油帮浦、真空模式汽油帮浦的大致运作，就是3条管：进油，然后负压管、真空管作动，导致油可以就打出来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记得大电很重要，要清洁做保养。如果有不明症状发生，可以建议先从线路跟电瓶这边做检查，因为不见得什么事情都是车子的硬体引起的，可能就是线路啊、保险丝接头不顺畅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